今天我们来聊聊买鸡蛋时常见的一个疑惑，白壳蛋比较好还是红壳蛋比较好？每次站在超市的蛋架前，看着一盒盒白净的鸡蛋和红褐色的鸡蛋，你是否也犹豫过，到底哪种更营养、更值得买？许多人深信红壳蛋补养又健康，也有人认为白壳蛋干净卫生，而且价格实惠。小时候我的长辈总是叮咛，买蛋啊，红壳的比较营养。到底是真的如此，还是我们被外表给骗了呢？最近在市场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，一位顾客指着标价较高的红壳蛋，问店老板，为什么红壳蛋比较贵，是不是营养比较好？那老板一时嘴快，笑着摊手说，其实啊，红蛋贵只是鸡种少，营养都差不多啦。简单一句话，竟然揭开了大家心中常年的迷思。原来我们购买鸡蛋时坚持的红白之争，很可能从一开始方向就错了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一愣？什么？红壳白壳营养差不多？那我们过去岂不是每一颗都买错了重点？别急，让我们把这件事从头讲起。首先要问，鸡蛋壳为什么有白色和红褐色之分？答案其实很朴素，决定蛋壳颜色的是母鸡的品种和遗传。就像有的人天生黑发，有的人天生金发，不同品种的母鸡生下的蛋外壳颜色也不同。白壳蛋多半来自白羽毛、白耳垂的品种，例如著名的莱亨鸡。这种鸡产蛋多且稳定，全球许多蛋鸡场都饲养它们，因此白壳蛋在市场上数量充足。在台湾市面上常见的白蛋，很多就是莱亨鸡的杰作。相对地，红壳鸡蛋则通常来自羽毛棕红的鸡种，例如洛岛红或伊莎棕这类蛋鸡。这些棕羽品种的母鸡产下棕色或褐色的蛋壳，由于饲养数量相对少，产蛋量也略低，所以红壳蛋的供应较少。供需关系的影响下，红壳蛋常常卖得比白壳蛋贵一些。许多人看到红蛋标价高，就自然联想，贵的应该比较好吧。再加上红褐色的蛋壳看起来比较土味，仿佛传统土鸡蛋的样子，大家就更坚信红壳蛋更营养。然而事实上，蛋壳的颜色几乎完全不影响营养价值。台湾农业主管机关的专家明确指出，鸡蛋的营养主要取决于母鸡吃什么和健康状况，和蛋壳颜色没有直接关联。简单说，同一只鸡吃一样的饲料，不管生下白蛋还是红蛋，营养含量都差不多。可能有人还是将信将疑，可我怎么感觉红壳蛋比较香，更好吃？这其实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假象。我们拆开来看鸡蛋的营养成分，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、矿物质是鸡蛋的核心营养。在这些指标上，红壳蛋与白壳蛋几乎没有区别。如果硬要说有差异，可能只是在一些微量成分上略有出入，但那更多是由饲料配方引起，而非蛋壳颜色本身。例如，有些鸡场为了迎合蛋黄要橘红才营养的观念，会在饲料中添加玉米黄素或胡萝卜素，让鸡蛋的蛋黄颜色更深橘一些。这类鸡蛋往往伴随着棕色蛋壳一起销售，于是消费者容易误以为，你看，红壳蛋的蛋黄都比较黄，肯定营养比较高。其实蛋黄颜色较深，只表示其中含有较多类胡萝卜素等色素，维生素 A 含量可能稍高一点点，但主要的蛋白质和脂肪等营养并没有明显增加。那为什么不少人坚持红壳蛋更补身呢？这得从过去的经验谈起。早年农村时代，家家户户养的本地土鸡下的蛋多半带点淡淡的棕色，后来引进的洋鸡品种，例如前面提到的莱亨鸡，生的是白蛋。在民间印象中，土鸡蛋更为珍贵营养，洋鸡蛋则被认为比较普通。久而久之，红壳等于土鸡蛋等于营养高的概念就在坊间流传开来。但现实是，如今超市里许多红壳蛋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土鸡蛋，而是现代蛋鸡品种生的。它们跟白壳蛋一样吃配方饲料长大，差别只在品种不同。真正的土鸡蛋确实往往是棕色外壳，但那是因为土鸡品种本就下中壳蛋，而且土鸡多半放养，吃天然食物，蛋的风味可能更好。然而，如果同样的土鸡改吃跟一般蛋鸡一样的饲料，它下的蛋营养价值也不会比普通鸡蛋高出多少。所以颜色只是巧合，喂养方式和品种才是关键。除了营养成分，
大家关心的还有鸡蛋的美味和烹调表现。有些烹饪达人注意到，红壳蛋往往个头较大，蛋黄比例也稍高。用红壳蛋煎荷包蛋时，一颗就能煎出大片金黄诱人的太阳蛋。水煮蛋剥开，里头的蛋黄也比较饱满。相对地，白壳蛋平均蛋黄稍小，蛋白比例高一些。如果拿白蛋来做蒸蛋或蛋花汤，口感会更嫩滑，因为蛋白多，水分也多，蒸出来的质地细腻。听起来红白蛋各有所长，但注意，这些差异其实跟蛋壳的颜色没有直接关系，主要还是因为鸡种特性和产蛋日龄不同。某些红蛋鸡品种天生蛋黄占比较高，而较年长的母鸡生的大蛋，其蛋黄也相对大，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市面上红壳蛋常常个头大，蛋黄橙黄饱满。白壳蛋很多来自年轻的鸡群，蛋个头较小，蛋清较多，这些都是品种和年龄因素导致，并不是蛋壳颜色自带魔法。说到价格和营养的迷思，红壳蛋价格高，真的是因为营养价值更高吗？其实不然，真正影响蛋价的是养鸡成本和市场供需。前面提到，白壳蛋的蛋鸡品种产蛋率高，一只鸡一年下蛋更多，饲料转换效率又高，农场成本低，白蛋自然价格比较便宜。红壳蛋鸡的品种产蛋略少，鸡体型较大，吃得多，整体成本高一些，而且数量少，不易大量供应，价格就相对高了起来。这就像买水果蔬菜，稀少品种卖得贵，不代表营养就特别高。许多消费者以为贵一点的红蛋比较补，结果可能只是多花了钱买稀有品种，并没有额外获得更多营养。不只是我们有偏好，各国消费者对蛋壳颜色还各有不同的迷信啊。例如在美国，白壳蛋长期主宰超市货架。美国从20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养鸡时，选用的正是白壳蛋鸡，例如单冠白来亨鸡等高产品种。因为它们高产高效，蛋壳白净在当年还被视为品质纯净的象征。数十年下来，美国人习惯了白蛋，把白色当成鸡蛋的正常颜色。反观欧洲许多国家，传统农场多养中羽会下中蛋的鸡，当地消费者反而觉得棕色蛋更自然更有食欲，白蛋看起来怪怪的不讨喜，于是超市架上几乎都是中蛋。甚至有一次，某个欧洲国家引进了一批物美价廉的美国白壳蛋，结果因消费者不买账而滞销，可见大家的偏好可以完全相反。有趣的是，近年随着健康风潮，美国的有机市场上棕色蛋通常来自放牧鸡又开始流行起来，而亚洲地区因西式养鸡场的普及，白蛋比过去常见得多。市场潮流虽然起伏，但营养的真相始终如一。白蛋也好，红蛋也罢，只要母鸡相同，饲料相同，蛋里的营养就没有两样。那我们买鸡蛋时究竟该怎么挑选呢？既然不需要再纠结于颜色，更值得注意的其实是鸡蛋的新鲜度和品质。以下有几个小技巧可以参考。首先，观察蛋壳外观。新鲜的鸡蛋表面通常附有一层粉雾般的薄膜，摸起来略带粗糙，这是蛋壳的天然保护层。也有人称它为蛋壳霜。存放一段时间的鸡蛋壳会变得光滑发亮，甚至出现油光，因为保护膜随时间消耗殆尽。因此，挑蛋时如果发现蛋壳非常光滑透亮，可能就不是最新鲜的批次。壳色鲜明，表面微雾的蛋多半更新鲜。其次，要注意蛋壳是否完整干净。有裂缝的蛋绝对不要买，因为细菌可能早就透过裂口进入蛋内。蛋壳上如果沾有明显污泥或鸡粪，也请避开这代表来源卫生条件不佳。那些肉眼看不到的细菌很可能正潜伏其上。现在很多超市贩售的都是清洗过并包装的鸡蛋，但如果是在传统市场自己挑蛋，更要留意表面是否干净。第三，可以利用简单的摇晃或水测法来判断鸡蛋的新鲜度。如果情况允许，可以轻轻拿起一颗蛋在耳边摇一摇，没有声音的是新鲜蛋，若隐约听到里面蛋液晃动的声响，就是放比较久的蛋了。在家中还能把鸡蛋放入一碗清水中测试，新鲜的蛋会沉到水底并且平躺，放了大约1周左右的蛋会一端微微翘起呈倾斜状态。如果鸡蛋直立甚至浮在水面上，那多半已经变质不能吃了。买回家的蛋在保存上也有学问，
如果是超市购买的洗选蛋，也就是已清洗并包装好的鸡蛋，回家后直接放进冰箱冷藏即可，不需要另外清洗，以免破坏蛋壳的保护层。如果是在市场买的散装未洗蛋，表面可能带有羽毛或污物，千万不要用水冲洗，因为生蛋壳上有许多细小气孔，直接水洗会让水分和细菌透过毛细孔渗入蛋内。正确的做法是用干净纸巾轻轻将脏污拭去，再把鸡蛋存放于冰箱冷藏，或者尽快在室温下食用完毕。低温保存可以延长鸡蛋的保鲜期，但也别囤放过久。购买后最好在标示的有效期限内吃完。谈到健康，我们顺带一提许多人关心的胆固醇问题。过去大家对蛋黄的胆固醇有所顾虑，不过现在营养学界普遍认为，对大部分健康成年人而言，每天吃1颗鸡蛋并无不良影响，甚至天天吃2颗也未尝不可。反而是如果已经有高血脂或心血管疾病的人，才需要遵医嘱控制蛋黄的摄取量。无论如何，蛋壳颜色与胆固醇含量更是毫无关联。红壳蛋并不比白壳蛋更友善胆固醇。一些声称土鸡蛋胆固醇较低的说法，目前也缺乏科学佐证。吃蛋还是讲求适量均衡，挑对好蛋并搭配健康的烹调方式，比起纠结壳色更重要。如果想吃得更营养，可以选择一些有强化喂养的机能型鸡蛋。例如，有的农场在饲料中添加亚麻籽，让鸡蛋富含 Omega-3 脂肪酸。也有业者提高鸡子日照并喂食含钙的小鱼干，使产出的蛋维生素 D 和矿物质含量更高。这些方法确实能提升鸡蛋的营养价值，但请记住，光是改变蛋壳颜色并不能改变营养，所以不要再被红壳蛋、白壳蛋的表面差异给迷惑了。我们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有产销履历或品牌信誉良好的鸡蛋，因为那意味着更好的品质管控。无论红壳、白壳，来源可靠的新鲜蛋才是聪明的选择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2023年台湾闹蛋荒时的情景。当时鸡蛋供应紧张，红蛋白蛋一起缺货，大家抢蛋时可不分红白，只要有蛋可买就心满意足了。后来供应恢复正常，许多人又开始挑挑拣拣，红壳蛋价格依然居高不下。一时间不少媒体报道中，营养师纷纷出面提醒，红壳蛋和白壳蛋的营养价值其实一样，价格差异主要来自品种产量不同，与营养无关。想想看，我们是不是常常被这类直觉印象牵着走？红蛋看着颜色深就觉得特别补，白蛋因为便宜就认为逊色一等。现在了解了其中道理，再回到最初的疑问，买鸡蛋时到底选白壳的好还是红壳的好？答案很明确了，只要鸡蛋新鲜卫生，红壳白壳都一样好。最后，我再分享一个有趣的小实验。有一次，我决定亲自测试红蛋和白蛋在口味上的差别。我各买了1盒白壳蛋和1盒红壳蛋，回家后分别用它们煎了香喷喷的荷包蛋，还煮了几颗水煮蛋。整个过程中，我没有告诉家人哪一盘是哪种蛋，只让他们盲测品尝。结果大家吃得津津有味，谁也说不出2种蛋有什么不同。当我最后揭晓其中一盘美味煎蛋其实是用平价的白壳蛋做时，家人个个惊掉下巴。原来他们根本吃不出差别，平时觉得红蛋格外香浓，大概只是先入为主的心理作用罢了。另外提供一个小常识，煮蛋时如果想让蛋壳好剥，其实放2-3天的蛋比特别新鲜的蛋更容易剥壳。因为鸡蛋放几天后，内部的气势变大，蛋膜稍微脱离壳，煮熟后蛋壳比较容易整片剥落。太新的蛋由于蛋膜紧贴，壳内煮熟了反而不容易剥净，所以并不存在什么白壳蛋壳薄比较好剥，红壳蛋壳厚不好剥的说法。剥壳是否容易完全取决于鸡蛋的新鲜度，跟蛋壳颜色毫无关系。总而言之，红壳也好，白壳也罢，它们都只是鸡蛋漂亮的外衣。我们真正该关注的是蛋黄和蛋白里蕴藏的营养，这才是购买鸡蛋的意义所在。现在你已经知道答案，选蛋时不必再为壳色所困，只要记住新鲜、清洁、来源可靠这3大准则，你挑到的每一颗都是好蛋。下次走进卖场，面对满架的鸡蛋时，你一定能淡定一笑，因为无论红壳还是白壳，你心中早有定见。毕竟了解了真相的我们，
再也不会被蛋壳的颜色迷惑，不会再买错一颗蛋。